你好，欢迎每天听睡前故事，我是阿狸。今晚我们来聊聊蔡伦。我们总以为推动文明飞跃的人一定有着纯粹而高尚的灵魂，但真实的蔡伦却是一个深谙宫廷倾轧，在刀尖上舔血的腹黑政客。接下来，请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旅程。故事开始于公元105年的洛阳皇宫，那是德阳殿，大殿深处飘散着浓郁的沉香。一个男人微微弓着背，他低垂着眼眉，看上去谦卑到了极点。他双手捧着一件物品，恭敬地向年轻的汉和帝递了上去。那不是什么罕见的金玉珠宝，而是一张薄薄的，表面还带着一点微黄的纸张，这就是后来彻底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蔡侯纸。在这个足以载入史册的高光时刻，思想的传播终于挣脱了沉重竹简的束缚。真实的蔡伦根本不是一个为了科学理想去废寝忘食的纯粹发明家，他是当时帝国权力斗争的核心玩家。这就引出了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悬念：为什么这样一个手段毒辣的太监，满脑子都是怎么保住权势，却会突然静下心来，跑到灰尘满天的作坊里去捣鼓那些破旧的树皮和渔网？他耗费无数心血去发明造纸术，究竟是为了推动伟大的文明，还是仅仅为了保住自己在权力游戏中的筹码？文明的催化剂往往来自最不经意的私欲。人类历史的巨大飞跃，有时仅仅是一个政客为了在主子面前保住饭碗而顺手交出的一份投名状，而在这张洁白的纸张背后，隐藏着的是他在权力阴沟里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挣扎。公元75年左右，大汉帝国疆域辽阔，在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叫贵阳的地方，那里连绵着苍翠的群山，空气里总是飘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贵阳盛产铁矿，那里的人们习惯了伴着锻打铁器的叮当声醒来，民风彪悍，崇尚力量。蔡伦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地方。如果一切顺利，他本该像父辈一样，在南方的烈日下挥舞铁锤，度过平凡喧闹的一生。但在那个时代，普通人的轨迹随时会被皇权的一道轻飘飘的指令折断。在他还是个10几岁的少年时，一种残酷的挑选落在了他头上，他被选中作为进贡给皇家的物品。为了符合这件物品的规格，他必须经历一场惨烈的净身之行。史书对底层的苦难总是吝啬笔墨，你只需要知道，在一个散发着血腥味和草药味的昏暗房间里，伴随着一阵剧痛，这个南方的少年永远失去了作为男人的尊严，他的身体残缺了，心里被硬生生挖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随后他一路向北，被送进了洛阳城，那座巨大宏伟却又令人窒息的南宫。刚进宫的蔡伦身份是最底层的小黄门。洛阳冬天的清晨极其寒冷，北风能把屋檐下的水滴瞬间冻成冰冷。每天天还没亮，蔡伦就要拿着扫帚去清扫那仿佛永远扫不到头的宫廷长廊。这里的青砖很硬也很冰，作为一个小黄门，他一天中有一大半的时间需要跪着，给高级宦官请安要跪，主子经过要跪，甚至有时候做错了一件极其微小的事儿，也要在庭院的冷风里长跪不起。时间久了，那冰冷的青砖寒气顺着他膝盖上的破布一点点渗进骨髓里。在长年累月低垂着头盯着地面的日子里，蔡伦的视线里形成了一个极其真实的微观世界。他看不见巍峨的宫殿屋顶，能看到的只有脚下经过的一双双鞋。他看着同伴的粗布鞋，因为在主子睡觉时弄出了一点声响，就被粗暴地拖走。不需要审判，也不需要理由，通常只是一声沉闷的棍棒声，紧接着就是拖拽重物擦过地面的声响，最后在青砖上留下一道暗红的血迹。第二天马上会有新的战战兢兢的少年来拿起那把扫帚，而在那些血迹之上，很快又会踩过一双双精美的丝绸鞋履。那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主子们，鞋底柔软干净，走路时带着不容置疑的从容，身后总留下一阵西域的奇异香气。这种反差比任何酷刑都折磨人。他逐渐明白了一个冰冷的事实，在这座宫殿里，善良不是美德，而是致命的弱点；卑微也不是什么值得同情的处境，它是随时会被抹杀的原罪。如果你是一块铺在路上的青砖，就不能怪别人天天踩在你的脸上。恐惧是一种极度强大的驱动力，蔡伦不想像一条狗一样
无声无息地死在阴暗的角落里。他那残缺的身体无法在体力上与人抗衡，但他发现自己有一件别人夺不走的武器，那就是他的头脑。他异常聪明，有着惊人的忍耐力。他把眼泪咽了下去，开始用近乎贪婪的目光悄悄观察着这座宫殿。他学会了收起所有的情绪，把自己变成一件没有感情的工具。主子们不需要宦官有独立的思想，只需要他们好用、听话，而且绝对忠诚。蔡伦开始练习微笑，练习一种无论内心多么恐惧，表面上都能做到恭顺的完美笑容。他开始记住每一位主子的饮食偏好、步态轻重和说话时的语气停顿。公元80年代初，大汉帝国正处于建初年间，此时坐在龙椅上的是汉章帝。在正史的记载中，这位皇帝宽厚仁慈，天下太平。如果你站在洛阳城的街道上，你能看到络绎不绝的商队，能闻到西域香料的芬芳，一派盛世的祥和。但在那道高耸的红墙之内，在南宫最深处的重重帷幕之后，空气却粘稠的让人喘不过气来。这里的太平从来只是一层脆弱的窗户纸，轻轻一捅，背后就是血肉模糊的厮杀。后宫的权力结构出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死局。当时后宫的绝对主宰是窦皇后，窦家可不是一般的门第。整个家族在朝野上下根深蒂固，窦皇后本人更是生得倾国倾城，独宠后宫。她拥有一个女人在这个帝国里能拥有的一切显赫的家世，皇帝的偏爱，无上的尊荣，但她唯独缺少一样东西，她生不出儿子。一个没有儿子的皇后，就像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宏伟宫殿。哪怕现在看起来金碧辉煌，只要皇帝一驾崩，哪怕只是皇帝的宠爱稍有转移，海水一个浪头打过来，整座宫殿就会瞬间崩塌，连带着他的整个家族都会被连根拔起。而就在窦皇后日夜被这种恐惧折磨的时候，后宫里另一位地位低微的女人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东西。这位女人叫宋贵人。宋贵人出身平平，平时也不怎么起眼，但她的肚子极其争气，为汉章帝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名叫刘庆。更让窦皇后如坐针毡的是，汉章帝非常喜欢这个孩子，毫不犹豫地将刘庆立为了皇太子。在一次平常的宫廷家宴上，丝竹管弦之声悦耳动听，舞女们的水袖在半空中轻盈地翻飞。窦皇后穿着全天下最华贵的凤袍，端坐在皇帝身边，脸上挂着无懈可击的端庄微笑，但她的余光却死死地盯着坐在下手的宋贵人。宋贵人正低着头，温柔地哄着怀里的皇太子。那是一个母亲最自然的举动，但在窦皇后的眼里，那是一把悬在她和她整个家族头顶的钢刀。在权力的天平上，皇帝的宠爱是会随着女人的衰老而消散的，但血缘不会。只要刘庆活着，只要宋贵人还是太子的生母，窦皇后的未来就是死路一条。窦皇后必须要破局，她必须要除掉这对母子，但是要扳倒一位当朝的皇太子和他的生母，绝不是在饭菜里下点毒那么简单，那是街头流氓的手段。在规矩森严的皇宫里，这样做只会引火烧身。窦皇后需要一场名正言顺的审判，需要一份无懈可击的口供，需要把这桩谋杀包装成维护皇家威严的铁案。她需要一把刀，一把极其锋利、极其聪明，而且用完之后绝不会反噬自己的刀。就在这个时候，在南宫阴暗的角落里，一直像幽灵一样冷眼旁观的蔡伦，敏锐地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杀机。那时的蔡伦还只是一个在底层苦苦挣扎的小黄门，他每天依旧重复着扫地、下跪、挨骂的日子，但他那颗极度聪明的头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运转。他就像一个在黑暗中饿了极久的猎手，紧紧盯着权力场上的每一个微小缝隙。蔡伦太了解窦皇后的困境了，他也太了解自己目前的处境。他知道，如果自己继续做一块任人践踏的青砖，总有一天会被毫无价值的碾碎。在这个高墙之内，你只有证明自己对当权者有价值，你才能活下去，才能爬上去。他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盘根错节的人脉，他唯一能拿出来交易的筹码就是他自己。他要把自己打造成那把窦皇后急需的屠刀。蔡伦开始寻找机会，当窦皇后那双充满焦虑和杀意的眼睛对上蔡伦那双看似恭顺实则深不见底的眼眸时，一场无声的契约就此达成。窦皇后给了蔡伦一个眼神，蔡伦回以一个绝对服从的叩首。在这场交易里，
蔡伦交出了自己最后残存的一丝良知，换取了一张通往权力核心的入场券。公元82年，蔡伦苦苦等待的那个破绽终于出现了。那一年，宋贵人生了一场病，他私下里派人给宫外的娘家人传了一句话，让他们想办法弄一种叫说丝子的草药送进宫来。卧丝子不过是一种极其普通的药材，用来补肾益精、安胎明目。宋贵人要这种草药，纯粹是为了调理身体，但这件极其微小的日常琐事，落在了时刻像猎犬一样盯着他的蔡伦眼里。蔡伦那颗精密的头脑立刻开始飞速运转，草药私下传递，在汉代的宫廷里有什么罪名？是跟奇怪的草药、秘密的仪式联系在一起，并且绝对能让皇帝暴怒的答案只有一个：蛊道，也就是巫蛊之术，用奇怪的材料扎成小人，写上生辰八字，埋在地下，用来诅咒皇帝或皇后。这东西在汉代是一条绝对的政治高压线。当年汉武帝时期，一场巫蛊之祸杀了几万人，连当时的太子都被逼得自杀。蔡伦抓住了这把用来治病的草药，立刻在窦皇后面前将其编织成了一张谋反的罗网。窦皇后心领神会，立刻向汉章帝哭诉，说自己最近身体不适，夜夜惊梦，是因为宋贵人正在暗中收集材料，施展巫蛊之术诅咒自己，而那把被截获的摸丝子就是宋贵人用来做法的铁证。汉章帝虽然宽厚，但一旦涉及到这种威胁皇家安危的恶性案件，也必须彻查。于是审理此案的重任，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落到了蔡伦的头上。蔡伦接过了这道审理的诏书，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在历史的舞台上亮相。他没有直接去抓宋贵人，那是蠢人的做法。一个高高在上的贵人是绝不会轻易认